大疆和影石最近掀起了一场军备竞赛啊 ，Pocket 4 Pro 和 Luna Ultra 成为了目前关注度最高的数码时尚单品。今天这期视频呢，我来说说自己使用的这两台云台相机2周时间各自的优缺点，以及谁更适合买哪个。我们首先来说说外观啊，这两款设备最大的差別就在於它們的鏡頭，一個是橫向排列的，一個呢是豎向排列的。Luna 更像是機器人 Wall-E， 而大疆明顯是更接近自家無人機那個雙鏡頭縱向排列。兩者的重量啊只差了2克，手感非常接近。如果嚴格說的話呢 ，Luna 它的手柄要更長一點，重量分配呢會更合理一些。在關機收納狀態下呢 ，Luna 2顆鏡頭會被雲台連接桿所保護起來，去降低磕碰風險。而 Pocket 這2顆鏡頭呢，則處於外露的狀態。同時 ，Luna 在收納之後呢，會更加穩固，而 Pocket 晃動手柄啊，就會有一些主板這麼一打這樣的感覺。兩款設備都配備了延長手柄，我個人使用的話呢，都會加上這個手柄啊，可能是因為我的手會更大一些吧。兩個手柄底部呢都有一個轉接的螺紋接口，其中 Luna 有一個小巧思，就是它加入了折疊三腳架，一些比如說戶外的大風場景 ，Luna 會更加穩定一些。日常保護當中呢 ，Luna 配備了2種官方的保護殼，其中一種呢是全包殼，保護更嚴密，同時呢可以收納配件；另一個呢則是滑動殼，它呢是利用這種塑料的韌性安裝上去之後，下滑的時候，這個機器啊會自動開機，這個聯動我覺得也挺巧妙的。不過這款滑動殼它的不足呢，就是因為它裡邊有一個海綿墊是突出這樣的緣故，上滑的時候呢，鏡頭會被擠壓偏轉，讓強迫症難受到心坎裡去了呀。相比之下呢，大疆沒有提供官方的保護殼，只有一個軟質的保護袋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保護殼。那麼接下來呢，我們同時開機來看一看這兩台設備屏幕和交互。首先在屏幕設計上，兩者產生了第一個差別，就是 Luna 它把屏幕下方設計成了一個多邊形，優勢就是當你握持的時候，你的虎口位置會更加貼合。另外兩款設備的屏幕黑邊呢其實都不等寬這一點是比較遺憾的。Luna 的屏幕呢是支持亮度自動調節的，這一點我不知道為什麼 Pocket 它的屏幕是不支持自動亮度調節的，只能手動調整。大疆的屏幕設置中呢有一個戶外環境中讓屏幕更亮的選項，但是經過我的實測，正午戶外強光環境下 Luna 的最高亮度同樣很高。不支持屏幕自動亮度帶來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我從室外進入室內或者說比較暗光的場景拍攝 ，Pocket 的屏幕就會非常耀眼。如果你拍攝一半去調整這個屏幕亮度呢，又會覺得很麻煩，所以我有的時候就會讓它一直耀眼着，也間接的影響了續航。在按鍵布局上呢 ，Pocket 採用的是當你旋轉屏幕下方隱藏了2顆按鈕，其中左邊呢是固定的變焦按鍵，右側呢則是一枚自定義按鍵，支持單擊、雙擊、3擊和長按這4個功能設置。而 Luna 呢，則是把2顆按鍵放置在了屏幕下邊緣，2顆長條形的按鍵呢，分別支持單擊和雙擊設定，所以說理論上也是支持4個功能。單純從功能設定上來說，我認為大疆明顯會更加合理。Luna 或者影石，它最大的問題就在於2個長條按鍵沒有視覺引導，用了一陣子我就忘了這2個對應的操作是哪個功能了。而且 Luna 的第2個問題就在於這個按鍵設置呢還有限制，比如說翻轉鏡頭這個功能，你只能設置在左側按鍵，右側你還設置不了。但如果你看屏幕上旋轉鏡頭的那個虛擬圖標，明明就放置在了屏幕右側明明這是一個很好的視覺引導，結果你不允許這樣設定，反而更容易記錯了。Luna 按鍵的第3個問題就在於在變焦的時候沒有辦法快速的切換回1倍焦段，也就是說無論是我使用按鍵變焦還是屏幕變焦，都只能從1倍、2倍、3倍、6倍、12倍這個順序來進行切換。只有當你按到12倍之後，你再按一下才能回到1倍。然後需要說明Luna 在右下角單獨增加了一個滑桿，也就是說當你在2倍變焦的時候呢，你下滑滑桿它確實是可以快速回到1倍的。但是如果你屬於3倍或者6倍的變焦狀態，依然無法快速回到1倍，這讓我在使用 Luna 的時候呢，我就不喜歡變焦了。而相應的，大疆呢，它的左側按鈕上呢，就會有一個明顯的放大鏡視覺引導。就你按一下是在1倍和3倍之間快速切換，按2下呢，則是在3倍和6倍之間快速切換。這個邏輯我覺得就非常清晰。而且呢，大疆這個除了我按鍵可以來進行焦段的切換我也可以直接通過手動來在1倍和3倍之間進行切換。Luna 自定義按鍵呢，它有一個優點，就是當我把這個屏幕豎向旋轉過來，你會發現這2顆按鍵依然是可以操作的。這2款設備呢，它們在左下方都有一個小小的搖桿，其中大疆那個呢是無極調節的，影石
這個呢，則有一个卡位，就是它需要突破这个卡位之後，才能夠實現對鏡頭的調節。日常使用的時候有兩個很明顯的差別吧。第一，就是大疆這款，我可以比較小幅度的推動搖桿，鏡頭就會緩慢的移動；但我大幅度推動搖桿的時候呢，鏡頭就會快速移動。但是影石這款它只有一種速度調節，有點像機器人一樣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現在輕輕的去調整一下它的這個變焦，能看到嗎？是這種很輕微的變焦。但音色360呢？音色30，因為它是有一個機械卡位的。但是啊，影石這個設計其實我也能夠理解，就是因為我在使用大疆這款的時候，我就發現它這搖桿都沒有限位器，會明顯增加誤觸啊，特別是左手用戶握持的時候。那麼交互的最後一個場景啊，就是影石它是獨佔了一個分體遙控。這個小創新我覺得非常棒，就可以讓穩定雲台變成一個遙控自拍設備。相機呢，雖然說距離你很遠，但是屏幕一直在你手裡拿着，可以清晰的預覽。而且在這裡有個小細節，就是這個屏幕啊，它居然還自帶麥克風，可以實現遠距離的拍攝、近距離的收音。這個設定我覺得比很多手機自拍的體驗還要好。那麼說完了設計和交互這兩個場景，在我們正式進入畫質之前啊，我來說一下發熱啊，大疆這款確實發熱比較厲害，25度的室溫環境，同時開啟 4K 30幀錄像，僅錄製了3分鐘，大疆發熱就明顯更高了。這是錄製10分鐘的時候它的發熱表現。大疆這款我自己使用的時候，我覺得它的最主要的問題可能不在於發熱，而在於散熱。就是當我錄製完10分鐘的 4K 30幀視頻之後呢，我同時關閉了這兩台設備。大家可以看一下，已經關機6分鐘之後啊，大疆這個手柄位置依然會比較熱，一直到關機15分鐘之後，這個熱量還沒有完全散掉。所以這個散熱的場景，我認為 Pocket 4 Pro 確實是遇到了問題。真實世界的續航啊，兩款設備我同時充滿100%，然後帶去環球影城走走拍拍，4個小時玩下來。大疆呢現在剩餘電量是47%，影石呢現在剩餘電量是55%。在機身存儲上，大疆內置了103GB 啊，影石則只有47GB。我個人的使用感受是，大疆這個不外接存儲卡也完全夠用了，但是影石這款如果想放心拍的話，還得單買一張存儲卡。那麼接下來我們正式進入這兩台相機最核心的拍攝啊，我們先說一下鏡頭焦段。兩款設備呢都是一顆廣角主鏡頭，然後一顆3倍長焦。這兩顆鏡頭，影石的視野會更廣一點，所帶來的優點呢就是自拍的時候臉佔比會更小啊。這兩款設備它的主鏡頭呢都是1英寸傳感器，但是在3倍長焦上，大疆的傳感器呢會大一點點，光圈大疆也會大一點點。同時呢，剛才提到的焦段呢，大疆也會長一點點。這三者雖然說都是一點點啊，但是疊加在一起就會出現一個明顯的長焦背景虛化，普通用戶拍攝起來呢就會更有單反相機的那種質感。而在1倍和3倍這兩顆鏡頭切換的時候，現在呢我來測試一下大疆從1倍到3倍的一個變化。然後現在呢我來測試一下影石1倍到3倍的一個變化。有一個小細節啊，就是鏡頭上大疆它特別標注了哪顆鏡頭是3倍鏡頭，這一點我認為在自拍的時候會比較友好，就我能快速的定位我應該看哪一顆鏡頭。拍攝的第二個場景啊，我們來說一說雲台防抖部分實際測試，這兩者幾乎完全相同啊。大家現在看到的呢就是正常步行拍攝的穩定程度，除了兩台設備的穩定性，同時也可以關注一下這種色彩啊、動態範圍啊。從我測試來看，真的是幾乎相同。然後我又進行了一段慢跑測試啊，去模擬比如遇到這種顛簸路段，兩者的表現依然完全相同啊，非常非常穩。在自動對焦的表現上，整體表現其實都很棒。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當我面前出現路人經過的時候，大疆2次啊都出現了輕微的追蹤錯誤的情況。大疆馬上又改正回來了，但我們可以看到影石在追蹤這兩個場景中表現的都更加穩定。第三，我們說大家最關注的人像拍攝，我們先說3倍人像拍攝吧。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現在大家看到的呢都是開啟了默認的美顏算法，也就是說大疆和影石它都支持對於美顏的個性化等級調整。但是我在拍攝的過程中呢，我都選擇的是廠商的默認檔位，大概就是廠商覺得這個是最適合用戶的一個檔位。其中最右側的是 iPhone 的直出拍攝啊，沒有任何後期編輯。在這個場景當中，就像我剛才提到的，大疆呢是唯一一個出現背景輕微虛化、有相機質感的。
影石它的美颜算法和大疆整体思路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如果我们严格对比的话呢，我就会觉得大疆在肤色过渡上会更加讨喜，就是有那种白里透红的美感，对不对？而在手持自拍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我認為大疆的膚色過渡依然會更討好用戶啊。那通過暗部的表達，讓面部變得更加立體。相比之下，影石的皮膚呢會更加光滑，但是缺少了一點故事感。所以對於人像部分的總結，兩者總體來說非常接近啊。但是大疆在細節上的表現，我會更加喜歡。影石這個色彩風格確實很適合和 iPhone 一起錄製的視頻進行混剪。在這個位置呢，我再說一下兩者相機的攝像拍攝。兩款相機呢都支持旋轉屏幕錄像的時候實現攝像視頻的錄製，而且呢在攝像錄製的時候呢，它的視野上下會比橫向視野的時候呢會更多一些，所以並不是簡單的把橫向視頻中間那部分攝像裁接獲得攝像的一個畫面。攝像拍攝的時候呢，分辨率最高，從橫向的 4K 變成了 3K。第四，我們來說一下暗光畫質啊，讓我們坐進侏羅紀大冒險的吉普車開始冒險啊！如果說剛才測試的呢都是相對來說比較理想的環境，那麼暗光啊或者極暗光這種惡劣場景，就能看出兩者在調教上思路上的差別了。首先在這裡大家可以看一下畫質出現了第一個差別，就是同樣超級暗光。右側影石的方案呢，它更多的是提升感光度，就讓你能夠看到更多的暗部細節，但是影石提升畫面亮度也付出了相應的代價，就是畫面中的噪點大幅增加。女士們、先生們，由於天氣的影響，我們不得不取消您本次的侏羅紀世界之旅。隨着我們吉普車繼續前進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只要是稍微光線還可以，就不是純黑的那種場景當中，大疆和影石的表現幾乎相同。就只有遇到極暗光環境下，影石呢會比大疆細節更多啊，但相應的噪點和偏色也更多，這個呢就看大家個人的選擇了。所以說啊，對於暗光拍攝，如果你只是暗光沒有極暗光，我可能會更喜歡影石；但是如果出現那種很極端的極暗光場景，我會更喜歡大疆。另外，暗光場景再補充兩個細節啊，第一個就是暗光下的人物膚色，大疆同樣更好看啊，膚色更加漂亮，對於人像拍攝的經驗累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暗光下的長焦表現，當我同時調整到6倍焦段，影石的畫質會更高。第五，來說一說演唱會實戰啊。演唱會表現呢，目前來看，大疆的整體表現會更好啊。同時，我們使用主鏡頭來進行拍攝全景，大疆的暗部細節更多的同時，你看舞台燈光、曝光控制也更好。在以上幾輪對比中，我一個最深的感受就是，大疆因為它已經是第4代產品了嘛，所以說對於細分場景中的畫質優化，這個經驗還是很豐富的。兩款相機同時使用12倍焦段拍攝演唱會。拍攝場景中的第6個環節，視頻的色彩，默認直出的話，大疆和影石幾乎完全相同，這一點大家完全不用糾結。在濾鏡上，兩家都有自己的風格，比如說大疆有它的負片格式啊，有它的電影格式啊，影石呢有自己的徠卡鮮豔啊、徠卡柔和啊，都非常漂亮。這個確實很難讓人取捨啊。第7個場景，高幀率慢動作。在慢動作視頻錄製當中呢，大疆是支持最高 4K 240幀的，而影石最高呢是 4K 120幀。所以，如果你用慢動作來拍攝，大疆要比影石可以實現慢放1倍的情況下，依然絲滑細膩。但是呢，慢動作錄像有一個問題，就是它沒有辦法同時錄製聲音。使用默認的視頻錄製的時候，它是可以錄製到聲音的。而在默認視頻下呢，影石最高可以實現 4K 120幀，大疆帶聲音的話呢，最高就只有 4K 60幀。所以這個場景呢，我覺得影石又比大疆又高一點。拍攝的第8個場景，也是最後一個場景啊，我來說一說拍照。拍照場景，兩款設備其實都有很多限制，比如說大疆只能拍攝16:9和1:1的照片，不能拍攝傳統的這種4:3的比例。而影石呢，如果開啟 Live Photo 呢，又無法開啟美顏算法。兩者如果開啟 Live Photo 呢，又無法拍攝高清照片。所以總體來說啊，兩款設備都有很好的硬件基礎。但如果說拍照，我還是會優先選擇使用手機來進行拍攝。所以今天視頻的最後總結，首先我認為
Pocket 4 Pro 啊，這次的主要的問題呢，可能是在於它是一個產品迭代，大疆既需要讓市場感受到升級的力度，同時呢，又需要為後續的第5代產品保留一些技術點，所以我在體驗的過程中呢，就會覺得有一些束縛手腳。而相比之下，影石它作為一個破局者，身上的包袱明顯更小啊，基本上能拿出來的技術全都拿出來了，所以在設計和交互上，它就有更多的亮點。第二，影石 Luna 它畢竟是第1代產品，所以說對於影像場景的探索會略弱於大疆。而相比之下呢，大疆4代產品的經驗累積，在人像啊、演唱會啊這些很受歡迎的細分場景中，就會有着更細膩的表達。第三，大家最關注的購買推薦，我覺得對於絕大部分用戶啊，這2款產品的使用差別其實不大，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喜歡的品牌，或者說家裡有的同品牌的其他產品聯動來進行篩選。如果說嚴格要求必須2選1的話，那麼如果你特定的場景拍攝的頻率很高，比如說你對人像的要求很高啊，你對演唱會的要求更高啊，那麼我会優先推薦大疆。相应的，如果你是綜合使用，日常场景更多，那麼從功能設計的完整度角度來說，我會更推薦影石。Pocket 4 Pro 和 Luna Ultra 其實都是非常出色，但同時呢又存在着諸多小問題的產品。在我看來，市場需要大疆，也需要影石。更強的市場競爭一定會催生出更好的產品，而最終受益的一定是像你我這樣的普通消費者。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視頻的全部內容，希望這期視頻能給準備購買雲台相機的用戶提供一些有價值的參考。我是鍾文澤，我們下個視頻再見。